第246章错过。虽然我一直有向愚者祈求的冲动，希望能借此摆脱乌特拉夫斯基神父种下的心理暗示，但我同样很清楚，送念来历不明者的尊名相当危险。并不是所有的隐秘存在都会先给诱饵，慢慢引导。在这种事情上，他们往往像海洋里的鲨鱼，一闻到血腥味就会疯狂上抢。结果现在，尼拜斯大人，不，始祖究竟想做什么？埃姆林怀特颇有些荒谬感的开口道。这会非常危险。黑铁铸成般的棺柩内，尼拜斯奥德拉嗓音苍老的回应。是的，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的隐秘存在都充满恶意，在他们之中同样有着遵守规则、喜爱交易的类型，比如灵界的那7道净光。既然始祖给予了这样的启示，就说明愚者可能带来的危险不会太严重，甚至没有。而这个过程里，我会始终在旁边保护你的。你不想摆脱心理暗示吗？你已经成为大地母神的信徒，背弃了月亮吗？不，我没有。埃姆林急促否定道。他默然片刻，咬了咬牙齿道：我希望能有几天的考虑时间。好，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会做出符合血族高贵身份的选择。棺柩内的尼拜斯嗓音转柔，微笑宽慰道。送埃姆林怀特回到2楼后，卡西米奥德拉重新进入昏暗阴森的地下大厅，满是不解和疑惑的问道：祖父，始祖给予的启示里怎么会有埃姆林怀特？他只是一个刚成年没多久的弱小血族。尼拜斯的声音穿透厚沉的黑铁棺材盖传出，有着几分自带的嗡聋回响。不，始祖给予的启示里从来没有埃姆林怀特，他只是展现了末日降临的场景，展现了从红域而来的侵蚀，并提及了那位愚者和对应的尊名。在这个过程里，没有哪位血族出现，所谓的关键者只是我为了说服埃姆林怀特虚拟出来的内容。不过，能为血族的未来冒险，本身也称得上关键。卡西米先是恍然，旋即有了新的疑问：您为什么会选中埃姆林怀特？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尼拜斯奥德拉忽然笑了一声，他不是一直叫嚷着要向愚者祈求吗？不是认为我们对他的问题不够重视，不愿意与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为敌，想另外寻找帮助吗？我这次就满足他的心愿。卡西米愣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来。埃姆林怀特立在2楼的栏杆边，俯视着不知疲倦的同族们，心情忐忑的喝了口美酒。至少到今天为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向愚者祈祷而获得悲惨遭遇。也许正像尼拜斯大人说的那样，愚者与灵界7道净光一样，是手续、热心的隐秘存在。等等，灵界7道净光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似乎是善良阵营的，不知能不能帮到我。总之，愚者不一定那么危险，而且还有尼拜斯大人守护我，或许我真能趁这个机会摆脱心理暗示。埃姆林有些畏惧又有些期待的自我宽慰着。周一上午，乔伍德区明斯克街15号，克莱恩蹲在马桶前，拿着刷子认真清理着里面的污垢。按照预定计划，在周6和周日完成了全部走访后，他决定休整1天，等明日再去向埃德萨克王子汇报最终的结果，将任务交卸出去。但本该放松的时光里，他发现房屋已经杂乱肮脏的有些过分。看到这样的情况，克莱恩才想起一起事情，自家的清洁是通过临时雇佣隔壁房东太太的女仆来完成的，每周2次。而随着萨默尔一家前往迪西海湾的塞维亚城度假，女仆们一个跟随伺候，一个获得年终奖赏。返回了乡下，他居住的明斯克街15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清扫了。克莱恩原本打算的是忍2天，反正自己即将离开贝克兰德，但空闲下来后，他不敢忙里偷闲去克拉格俱乐部娱乐，怕惹怒埃德萨克王子，只能待在家里。于是看哪不顺眼，干脆换上旧衣物，开始做新年前的大扫除，刷马桶、洗浴缸、擦窗子、拖地面、抹器具、浆洗衣物。克莱恩从8点一直忙到11点，才勉强完成了预定的清理。当然，他就随便弄一弄，不是那么细致。有的时候，房子租的太大，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克莱恩洗干净双手，用毛巾擦了把脸，走出盥洗室，看着干净而整洁的客厅和餐厅，看着穿透云层的阳光照射在透明的玻璃窗上，显现出金色的斑块，他莫名有了些成就感，只觉心情都因此变得愉悦。中午奖赏自己，出去找家好的餐厅。克莱恩返回2楼更换衣物，就在他翻看报纸，
等待美好的午餐时光来临时，门铃突然叮叮当当作响。都要新年了，还有人来委托任务。克莱恩边起身走向门口，边打定主意拒绝对方。虽然他身上的现金只剩下34磅，但为了摆脱王室的倾轧，必须尽快去南方度假，不能再接任务。出乎他意料的是，来访者并非陌生人，而是埃德萨克王子的那位老管家。老管家穿着剪裁得体的长款燕尾服，不倨傲也不失身份的行礼道：莫里亚蒂侦探，王子殿下在街口的马车上等你，希望了解调查的进度这么心急。也好，省得明天再跑红蔷薇庄园。克莱恩脑海内迅速重组了昨晚构想的说辞，沉稳回应道：好的。他正要取下衣帽架上的帽子，肚子突然一阵疼痛，想蹲马桶的那种疼痛。忍了忍，发现忍不住后，他抱歉地对老管家说道：非常不好意思，我先去一趟盥洗室，肚子不太舒服。老管家没有任何异常的表情。这是你的自由。一波接一波，但还算畅快淋漓地解决掉肚中存留的残渣后，克莱恩清洗双手，回到门厅。这个时候，他发现老管家已经不在，等待于外面的是棕发天然卷的那位侍女。王子殿下让我给您说声抱歉，他还有事情，无法等待太久，请您明天或者后天下午去一趟红蔷薇庄园。那侍女一丝不苟的行礼道：还不到10分钟啊，我已经尽快了，平时拿着报纸，我能再蹲一阵。克莱恩微笑道。没有问题得到回应，完成了任务的侍女顿时卸去了包袱，轻笑道：莫里亚蒂侦探，您又和那位小姐错过了啊？克莱恩略感茫然。侍女压低嗓音道：那位小姐这次有和王子殿下一起来，是她提议绕道拜访您的，结果我因为肚子疼而错过了，这有些不对劲啊。克莱恩微皱起眉头。一个铺着厚软地毯的房间内，被持握着的羽毛笔停止了下来，不再书写。他下方摊开的笔记上有着一行行单词与不少涂抹的痕迹。涂抹，目标试图摆脱控制，但很遗憾，侦探夏洛克·莫里亚蒂在他下楼前就已经离开。目标影响着周围的侍女，可却被埃德萨克王子的管家芬克尔偶然间发现了问题，做出了处理。涂抹，目标再次脱离轨迹，代替埃德萨克王子参加塔利姆的葬礼。然而很快恢复至正常状态的他发现自己无法识别谁是夏洛克·莫里亚蒂，只能可怜的错过。夏洛克·莫里亚蒂前往红蔷薇庄园调查，但时机挑选的不对，目标恰好去了高尔夫场地骑马。涂抹，目标又一次战胜了安排，怂恿埃德萨克王子去拜访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可惜的是，夏洛克·莫里亚蒂正好肚子疼，在盥洗室里待了7分45秒，而王子无法等待。五官如同雕刻，但瞎了一只眼睛的中年男子放下羽毛笔，望向侧面的女子道：你们究竟在他身上放了什么东西？一次次的冲破限制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女子低笑一声道：只是一个意外，不用太担心，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边说边挽起头发，露出白皙修长的脖子，然后他动作缓慢的在脸上涂抹着各种东西，愈发的明艳动人。看着他姿态舒展的穿上衣物，戴上饰品，发色暗金的中年男子微皱眉头道：你要去哪里？那女子没直接回答，含笑说道：小心你手里的羽毛笔，上次你差点就获人互换了身体，不用你提醒。眼眸深蓝近黑的中年男子板着脸孔道。那女子收紧腰带，让自己愈发纤瘦，然后幅度很小的伸了个懒腰，掩嘴打了个哈欠。我去拜访一下极光会的 A 先生，希望他和传闻里一样疯狂。他说话间，瞎了一只眼睛的中年男子表情忽然变沉，因为那只普普通通的羽毛笔自己书写了起来，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持握着它。第247章循环的探索。灰雾之上，古老的神庙式建筑安静屹立。因连续巧合察觉到一些异常的克莱恩，于午餐后进入这片神秘的空间，试图确认心里的某个猜测。他拿起锯现出的原副钢笔，停顿了2秒后写道：我又卷入了封印物0到8分制造的一连串巧合里，放下暗红色的钢笔。克莱恩左手持握银链，按部就班地展开了占卜。到了最后，他睁开眼睛，看向近在咫尺的灵摆。黄水晶吊坠静止不动，未有旋转，这表明占卜失败。可能是条件不足，无法占卜，也可能是008做出了对抗。2种情况都会出现类似的结果。克莱恩又换了不同的语句，指向不同的目标，可占卜最终全部失败了。他手指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
犹豫着明后天是否要去红蔷薇庄园。如果确实没有0-8或相仿的力量安排这些事情，那我突然潜逃，肯定会引起埃德萨克王子怀疑。不，潜逃未必能成功，埃德萨克王子的人就住在隔壁。当然，已经是无面人的我在外出的时候找个机会逃跑还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有必要弄到这种程度吗？明后天下午，老实拜见埃德萨克王子，把任务正常交掉，就能不引人瞩目的离开贝克兰德。而他一位王子殿下应该也不会强求我一个野生的非凡者能完成太高难度的事情。如果真有类似008的封印物或半神在影响最近的事情，那从我的遭遇来看，我应该只是一个误入舞台的配角，还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这种情况下，潜逃就等于告诉对方，我察觉到了你们的存在，我问题很大。如此一来，靠无面人的能力未必可以摆脱锁定了本人的注视，最好的办法还是坦然去红蔷薇庄园，用最正常的流程退出舞台。体面谢幕，淡出不知来自何方的视线。综合了两方面的要素，克莱恩最终决定装作什么也没发现，按照预定的计划交卸任务，离开贝克兰德。燃烧着火焰，始终有人值守的露天营地内，戴里克伯格背靠一根石柱，沉睡着恢复体力。就在这时，他梦见了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梦见了一张位于最中央最高处的古老椅子，以及坐在椅子上俯视着一切的淡漠身影。愚者先生，戴里克在心里以诵念的方式喊出了这个名称。紧接着，他听到了来自愚者的声音：准备聚会。是，愚者先生。戴里克无声应答，默数起心跳。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就像刚才发生的所有事情只是梦境的间奏。距离出发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足够参加完塔罗聚会了。他颇为庆幸地想着。他原本以为进入探索小队的自己会缺席这次的聚会。1000次心跳后，戴里克又等待了少许时间，才感觉自己进入了那寂静安宁的神殿。他刚刚睁开眼睛，脑海内突地回闪过一幕又一幕场景，就像有外在的力量瞬间将失去的全部记忆重新灌注入了他的头部。那些场景有坍塌的城墙、白蓝交错的建筑，与白银城风格类似的堕落造物主神庙，详细描述了末日来临景象和堕落造物主抵抗6大邪神，庇佑残存人类的壁画，美丽又危险的蘑菇，不知来自哪里，异常诡异的淡黄头发男孩杰克。这样的场景一遍又一遍重复，足足5遍，但每次都有些细节上的不同。第一次，在堕落造物主神庙外，所有的兽皮灯笼全部熄灭，险些酿成惨剧。第二次，有人控制不住自己，差点吞下蘑菇，还好首席科林及时阻止。第三次，小男孩杰克多讲述了一段内容，那就是他和他的父亲在看不到边际的海洋里追寻造物主的圣所，结果遇上了巨大的风暴。第四次，约书亚被毫无征兆异变的小男孩杰克重伤。第5次，神庙彻底坍塌，堵住了地下区域的出口，而每一次都以猎魔者科林击杀小男孩杰克为结局。以在营地休息，准备进入废墟城市为开始，首尾相接，反复循环。我们已经探索了5次神庙，我们一直活在这段经历里，没有办法真正结束。戴里克越是理解自己突然多出来的记忆，越是觉得惊恐，越是毛骨悚然。坐在青铜长桌另外一边的正义奥黛丽原本想与往常一样，愉悦而轻快地向愚者先生和众人问好，但他目光一扫，立刻发现小太阳的情绪不对，当即开口问道：太阳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探索真实，堕落造物主神庙的行动并不顺利。太阳戴里克就像抓住了希望，赶紧将事情的经过大致描述了一遍，末了道：那个小男孩被首席阁下清除后，我们全部闭了闭眼睛，然后苏醒在了城外的营地里，准备着开始新一次的探索。在没有之前的记忆，这样的过程重复了5遍，仅仅在细节上略有不同。如果不是愚者先生提醒，我甚至不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过重复的人生。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来到灰雾之上后多出的记忆源于愚者先生的提醒，于是站起身，向坐在青铜长桌最上手的模糊人影郑重行了一礼。我还是听你描述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愚者克莱恩从刚才到现在都有些懵，他保持着原本的姿态，轻轻颔首以作回应。在不明白问题缘由的情况下，上位者不能轻易表态，不能轻率开口。克莱恩暗中复习起上辈子做键盘强者时接触到知识。见愚者先生仿佛没有波浪的幽深古井，
太阳戴里克一下安心了不少，觉得事情终究能解决。他转而看向倒吊人、世界、正义和魔术师，诚恳地问道：“你们知道问题的根源吗？该怎么解决？”热心的正义奥黛丽本能想要作答，但却发现自己没有一点头绪，甚至连猜测都办不到。魔术师福尔斯和他的状态类似，克莱恩有着丰富的源于地球的见识，看过不少停留于同一天类型的小说，本想操纵世界给出想法，让大家获得思考的灵感，但仔细想了想后，又选择了低调，准备先做观察。倒吊人阿尔杰听完太阳的描述，沉默了好一阵子，此时斟酌着说道：“我只能想到两种可能，一是你们遭遇了超过半神半人层次的梦魇或幻觉类能力，你在愚者先生帮助下找回记忆后，一返回现实世界，应该就能立刻察觉出不对，这样一来，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二是你们在某个节点上被迫或主动的进入了某个奇特的空间或状态中，那里的时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流动，但又固定在某个范围内，循环往复，平衡延续，也就是相对静止。这种情况下，要想结束循环，办法并不多，要么有外在的力量强行打破那种平衡，要么找到将时间扭曲连接的关键点，外在的力量强行打破那种平衡。”听到这里，正义奥黛丽、魔术师福尔斯和太阳戴里克都下意识看了青铜长桌最上手平静悠然的愚者先生一眼。不能总是向愚者先生求助，他没有直接开口，应该就是想考验我处理这类事情的能力。戴里克有所明悟，思索了下道：“倒吊人先生，我们先假设是后一种情况，您认为将前后时间扭曲连接的关键点是什么？”不等倒吊人回答，正义奥黛丽颇感兴趣的猜测道：“那个小男孩杰克，面对他的时候，不能以杀掉的方式处理。”倒吊人阿尔杰点了点头，有这个可能。他斟酌了一下，犹豫着说道：“太阳对杰克和他父亲的描述，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转而望向正义小姐：“我是不是提过，我曾经在海上追捕一位极光会的倾听者？他出海的目标就是寻找真实造物主的圣所。”奥黛丽仔细回忆，不敢确定的说道：“好像是有这件事情。”倒吊人阿尔杰当即沉声说道：“那个倾听者同样带着他的孩子，年龄和太阳描述的杰克很接近。您是说，那个杰克是从你们的世界来到白银城周围的？”太阳戴里克愕然反问。短暂的沉淀后，他的心里竟莫名有了些欣喜，因为这意味着白银城所在的区域没有被彻底封死，还有机会与倒吊人正义他们所在的正常世界连通。我只能说有这个可能。倒吊人无法做出肯定答复，他想了想，建议道：“你可以找机会在小男孩杰克面前提一提苏尼亚海、鲁恩王国和港口城市，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当然，尽量避开你们白银城的首席。还有，关键点不一定在小男孩杰克身上，还要考虑别的可能。你把具体的情况，比如壁画的详细内容讲述一遍，也许我们能发现些有用的东西。”说到这里，阿尔杰开始期待起可以获得的情报。第248章好心热情倒吊人。和以往相比，太阳戴里克明显聪明了不少，没有笨拙的只靠语言描述。在征得愚者先生同意后，他具现出了能够回忆起来的一幅幅画面，将探索的历程和自认为的重点以间断的方式展现于了倒吊人、正义、魔术师和世界眼前，然后再辅以一定的讲解。坍塌于黑暗里的城墙，从一座座被毁灭建筑间穿过的街道，兽皮灯笼光芒照耀下满是尘埃的白色和蓝色石柱支撑起的古老神庙，倒吊在漆黑十字架上的神像，描绘着堕落造物主代替人类承受罪责的一系列壁画，异常诱人的美丽蘑菇神像眼睛诡异睁开的祭坛，以及躲在后方的黄发小男孩杰克等场景一一成型，以最直接最真实的方式映入了塔罗会众位成员的眼中。那阴森晦暗的风格，那步步危机的氛围，那充满诡异的发展，让正义奥黛丽看得颇为激动，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这就是白银城周围的状况，比我看过的所有小说都要吸引人。这就是神秘、未知和恐怖柔和的魅力。当然，对居住在那里的人类来说，这并不美好。奥黛丽思绪发散，恨不得立刻就能成为半神半人层次的强者，前往那片被黑暗和风暴统治的地狱冒险。愚者克莱恩则看得有些唏嘘和感慨，他唏嘘的是，白银城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持到今天，确实相当不容易。感慨的则是小太阳还是不够机敏，没什么见识，
否则他能以纪录片或者电影的形式将经历的事情完完整整呈现出来，绝对的刺激，绝对的吸引人。不过这样一来，讲述的时间就会变长，我的灵性可没办法支撑大家在这里看一场电影，而且灰雾之上待得越久，外界出现不好变化的可能就越高。克莱恩突然有些庆幸，倒吊人阿尔杰安静看完，用心回味了一遍，让太阳将他挑出来的几个重点再次呈现于青铜长桌上方，其中就有堕落造物主对抗6大邪神的壁画。这是哪些邪神？阿尔杰望着那身缠闪电、脚踏黑浪、被劈鸟羽披风、手持3叉长戟的章鱼头怪物，心里莫名有些联想。太阳戴里克诚实摇头，我不知道，我以为你们会认识正义奥黛丽和魔术师福尔斯，同时将目光投了过去，仔仔细细观察了几遍，依然没有猜测的对象。他们原本以为这是白银城神话传说里8位古神之6，可却找不到足够的对应，毕竟古神里有巨龙，有精灵，有巨人，有不死鸟，有毁灭魔狼，而壁画之上只存在一位巨人。这愚者认真一瞧，瞳孔险些收缩。他刚才顾及姿态，第一遍时没怎么看清楚这幅壁画，现在终于发现了不对，这和我在图多家族地下遗迹内看到的6神雕像很接近啊，只不过一个是正常版，一个是黑化堕落版，真是有些让人不敢直视。尤其大地母神、风暴之主和永恒烈阳，已经不仅仅被黑成邪神，更接近于丑陋的怪物。克莱恩并没有找到真相的恍然大悟感，真是造物主那边诋毁6神，扭曲形象，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也不能完全无视这幅壁画展现出来的可能，就像我之前一直认为正神没有人类形象，只剩符号，结果图多家族地下遗迹内的雕像让我不再那么笃定。看来神灵形象的确立有着漫长的演变，其中藏着不少秘密。克莱恩见正义小姐在专心审视壁画，完全没关注愚者先生的态度，心中顿时松了口气。因为这涉及小太阳是否能摆脱那重复着一小段人生的奇异困境，他决定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讲述出来。当然，长篇大论介绍并展现地下遗迹内的6神形象不符合愚者的身份定位，他打算操纵世界来完成这件事情，而这也和他一直致力于将世界与夏洛克·莫里亚蒂划等号的想法吻合。愚者就应该高深莫测的来一句黑夜、太阳、风暴、智慧、大地、巨人，然后不做任何解释，不给一丁点多余的描述。克莱恩畅想了2秒，让世界嘶哑着开口道：我见过类似的雕像。吸引到众人的目光后，他顿了顿，补充道：在一次探索第4纪遗迹的冒险里，正义奥黛丽对此非常感兴趣，但表面却维持着基本的矜持。世界先生，那是什么样的雕像？能向我们展示一下吗？当然，如果你不愿意，或者需要报酬，都可以再商量。不需要，因为这也能为我解开一些疑惑。世界阴沉笑道。他装模作样向愚者先生提出了请求，于得到允许后，将见到的6神雕像和相应的圣徽一一具现了出来。枕着圆月，一群层叠而不繁复的女士看似朦胧，却给人一种异常秀美的感觉。她的黑色长裙之上同样有着点点星辉，仿佛深夜的天空，再加上那标志性的黑暗圣徽，正义奥黛丽当即就认出这是自己信仰的黑夜女神。而这具雕像与壁画左上角的邪神有着7、8分相像，只是脸孔更接近人类。四周的环境里也未藏着一只只诡异的眼睛。亵渎，这是对女神的亵渎。奥黛丽豁然有些愤怒，但又迅速平静了下来。作为最出名的邪神，真实造物主让信徒丑化女神是可以预料到的事情。可是地下遗迹内为什么会有女神的人形雕像？不是说正神只有符号吗？奥黛丽微皱眉头，陷入了沉思之中。倒吊人阿尔杰却是有些恍然，叹息般说道：原来壁画上是扭曲的6神形象，他们曾经真的有人类形象，这也许就藏着几大教会一直想找到神器之地的原因，而神器之地大概真的在苏尼亚海深处。肯定不是以正常状态存在，否则神灵不可能发现不了。阿尔杰在心里默默补了2句。太阳先是一愣，旋即明悟：倒吊人先生，这是你们提过的黑夜女神、风暴之主等神灵。对倒吊人给出肯定的回应。他们和末日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所在的大地被主遗弃有什么关系？太阳戴里克下意识追问道。可惜没人能回答他。魔术师福尔斯则有些疑惑地抬了下手。为什么没有蒸汽与机械之神？这是他信仰的神灵，
在南北大陆一向是七神并称，传闻蒸汽与机械之神，也就是原本的工匠之神，直到第4纪才诞生，看来这是真的，而且它诞生的节点似乎在第4纪中晚期，而非早期和中期。倒吊人半是解释半是猜测的说道，他对类似的话题有种难以掩饰的热忱。这样啊，福尔斯莫名有些心虚，因为他没认真看过蒸汽与机械盛典，信仰似乎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太阳戴里克未再纠缠刚才的事情，转而问道，这幅壁画是关键点吗？也许是，你可以尝试着打破它，但不要让首席怀疑。倒吊人本来想说不要试图诵念6神之一的尊名，否则他或者他们很可能直接降临于神器之地，但他仔细考虑后发现，小太阳根本不知道对应的尊名。好的，谢谢您，倒吊人先生，您总是这么好心和热情。还有，正义小姐、魔术师小姐、世界先生，你们同样的善良。戴里克诚恳感谢道。好心、热情，倒吊人一时不知该做什么反应。这还是他第一次被人用类似的词语来形容。见他们讨论完毕，克莱恩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之前对真实造物主半废弃神庙的探索中，白银城有发现救赎蔷薇这个名称，但这次似乎没再关注这点。不能忽略，按照地下遗迹内恶灵的说法，这个极端隐秘、由堕落天使主导的组织不会比黄昏隐士会逊色多少，时间循环也许就是他们的布置。想到这里，端坐高背椅的愚者悠闲地调整了下坐姿，用手指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正义奥黛丽立刻转头，略显激动地望向愚者先生，颇为兴奋地等待他给出提示。倒吊人、太阳、魔术师和世界也相继将期盼的目光投向了愚者先生。龙雾里的愚者克莱恩轻笑了一声道，救赎蔷薇，救赎蔷薇，这是什么？摆脱困境的关键点。对了，神庙上方某幅壁画的角落里就有这个名称。太阳戴里克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倒吊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和魔术师福尔斯一时回忆并重视起了救赎蔷薇这个名称，但无法透彻的理解愚者先生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尊敬的愚者先生，救赎蔷薇代表着什么？奥黛丽举了下手，主动提问。这一次，克莱恩未作回答，只是笑了一声。他的想法很简单，救赎蔷薇这个组织与真实造物主关系密切，发生在神庙内的事情不管怎么绕，都能以某种方式指向他们。至于这个名称是否就是所谓的关键点，克莱恩并不确定，也不担心，反正解释权在他手里。太阳他们理解错了真正的意思，怎么会是愚者先生的问题？第249章，什么是奇迹？见愚者先生轻笑不语，正义奥黛丽等人只好收回目光，不再发问。对于这种只给提示不做解释的情况，他们并不觉得有任何问题。神灵一级的存在往往都有类似的习惯，有的时候给的甚至不是提示，而是启示。在愚者先生这种大人物眼里，仅仅一个名称就足够了。我们不能理解是层次还不够，需要更加用心的揣摩和尝试。正义奥黛丽愈发期待起自己成为心理医生后的情况。我记得那座半废弃的神庙里就有类似救赎蔷薇的文字。倒吊人阿尔杰侧头看向太阳戴里克，毫不犹豫的点头道，是的，在一幅壁画的角落，由巨人语演化出来的文字书写而成。我们用了一定的时间才破解巨人语演化出来的文字。倒吊人阿尔杰上次并未在意这个细节，此时却不得不有所联想。那个小男孩杰克疑似从苏尼亚海过去的，巨人语演化出来的文字。阿尔杰斟酌着提出请求，具现了一行单词。那些单词属于古弗萨克语这北大陆诸国文字的源头，意思就是救赎蔷薇。太阳戴里克仔细一瞧，顿时有些愕然，很接近，只是在词尾的处理上不太一样。倒吊人先生，这是你们那里的文字？说着，戴里克重现了壁画上的那些单词，对阿尔杰给出肯定的答复。这种语言本身也有演变，你们发现的那种应该属于更早期的类型，在语言学界，这种类型的古弗萨克语被广泛认为是所罗门帝国的特征。历史学家克莱恩在心里给出了最正确的答案。倒吊人阿尔杰停顿了一下道，对应壁画的内容呢？我没负责那个区域，出发前也没有细看。太阳戴里克一下有些羞愧。阿尔杰表情不变的点了点头，找机会弄清楚，这里面或许就藏着关键点。好，戴里克愈发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糟糕。见他放松了不少，
正义奥黛丽有点好奇，有点疑惑的问道：倒吊人先生，那个叫做杰克的小男孩，如果真是你描述的倾听者的孩子，他为什么能与太阳他们沟通？经过救赎蔷薇对应单词之事，他完全确定白银城使用的语言和鲁恩语和南北大陆所有国家各自的通用语不同，而在灰雾之上，大家能非常流畅、毫无间隔的沟通，依靠的是愚者先生的伟力。奥黛丽在心里赞美了一句。倒吊人阿尔杰看了他一眼，呵呵笑道：正义小姐，你没怎么经历过超凡事件吧？杰克都已经变成那么恐怖的怪物了，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相信我，有的时候语言的获得非常容易，只是1-2秒钟的事情。奥黛丽眨了眨眼睛，觉得自己又暴露了本身在神秘领域没什么经验和见识的问题。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后，塔罗聚会开始按照往常的步骤往下进行。正义奥黛丽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道：愚者先生，这次又有3张罗塞尔日记，我还欠7张。听到这句话，魔术师福尔斯忙跟随道：愚者先生，我也收到了回复，下次就会有新的罗塞尔日记了。很好，克莱恩轻笑着回应了一声。旁边的太阳戴里克突然又觉得羞愧，因为参加了探索小队，他上周都没时间去图书馆翻看资料，记忆历史的细节。简单的流程之后，克莱恩拿起巨献出来的3页日记，满含期待的开始阅读。8月8日，第一次得到邀请，进入白风宫参加国王陛下举行的舞会。这些贵族真 TM 奢侈，食物则追求新奇，什么烤天鹅，什么羊的睾丸饼。不得不说，我最开始就很诧异，这个世界的贵族，仅限于贵族，还是非常爱干净的。洗澡相当频繁，厕纸更是早有雏形，和地球上的中世纪贵族完全不同。我原本以为这是有真神存在带来的影响，可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因某种威胁而不得不做出的改进。某个序列的非凡者能借助肮脏的习惯传播瘟疫，也不知道是哪条途径哪个序列的。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这帮贵族脑子有坑吧？既然害怕瘟疫流行，为什么不清理污水横流的街道？为什么不建立完善的下水道体系？为什么不改造贫民区？同在一个城市，那边有了瘟疫，这里就能没事。水源、食物、人群隔绝不通或单向流动的情况下，也许真能没事。但是有的瘟疫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等我身居高位，一定要推动城市建设和环境清理。即使不考虑瘟疫，住在这么一个臭烘烘的城市里，也很膈应啊。对了，我今晚有得到国王陛下的召见，我以为来自地球接受平等教育的自己会不卑不亢，淡然镇定，可实际上依然很紧张很激动，不自觉就弯下了腰，低下了头。当然，我知道我和国王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就是权势的魅力啊。虽然整整一夜都是日常，但大地还是成功逗笑了我。他也是有追求的人啊。说来也是，即使出生在现代社会，面对高位者，面对能影响自己命运的人，依然会畏惧和讨好。克莱恩嘴角微勾，心情轻松了不少。他翻到第2页，继续阅读。11月10日，即将晋升序列4，即将成为半神。这次之后，只要没有失控，我的生命层次就会出现质变，不再是短生重。当然，不同的途径、不同的序列有不同的状态。我面对着2个选择，一是通识者途径的炼金术士，一是窥秘人途径的神秘学家。最终我还是没有更改道路，因为隐匿贤者是个很危险的存在。不过我始终怀疑他不是真正的神灵，位格也许要偏低一点。成为炼金术士后，我就能为自己制造的物品注入灵魂，给予一定的生命了。这是一种造物主般的感受，肯定非常非常棒。这也是我继续选这条非凡途径的原因。获得这个序列的非凡特性后，我应该能完成更多的构想。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会出现不是我们不努力，奈何挂逼有高达这句话，那将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达。唯一的问题是，炼金术士对应的仪式会抽取一定区域内的全部生命力，土壤将沙化，湖泊将干涸，这怎么就和邪教祭祀差不多？我一直觉得魔药序列这个体系有着太多灰暗疯狂的地方，偶尔甚至会邪异到让人绝望。大地也有类似的感受啊。看到这里，克莱恩忍不住感叹了一声。有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个世界的背景色调是灰黑和疯狂，什么非凡特性不灭与守恒定律，什么同一途径聚合效应，
什么相近序列可以互换，都会带来残忍相的演变。炼金术士这个序列很有意思啊，生命炼成一听就是很禁忌、很接近神灵的领域。不知道大帝被刺杀前有没有弄出高达？应该是没有。克莱恩的思绪一时有些发散，他对成为高序列、成为半神的仪式相当好奇。可惜的是，罗塞尔并没有继续太多，毕竟这是日记，不是笔记。窥秘人的序列4神秘学家听起来也很不错。克莱恩将第2页日记翻过，让第3页展露于眼前。4月23日，这群贵族真乱。我还以为凯伦夫人是看中我有内涵，才勾搭我上床，谁知道她的丈夫香槟伯爵竟然就在隔壁偷窥，甚至很兴奋 ，TM 还想刚我。很抱歉，我实在接受不了，只能把他踹出房间。和他们一家比起来，我就是个纯洁的孩子。克莱恩一时无言，只觉罗塞尔大帝的私生活真是太精彩了。而英蒂斯很多贵族也是足够的奇葩，万一哪个贵族猎奇，找来只卷毛狒狒，那某种疾病也许就诞生了。克莱恩啧感叹着，让视线下移。4月25日，修身养性，去天鹅湖钓鱼，希望有一天能到海上钓一只美人鱼回来。哎，最近有些堕落啊，我得振奋精神，发明更多的东西，不能留下空白。既然穿越一趟，那就要把这个时代打上我的烙印。大帝，你还是堕落下去比较好。克莱恩嘴角微抽，不想评论。接着，他平心静气地看向最后一页纸的最后一则日记。4月26日，查拉图过来串门，我故意找机会问了一句：什么是奇迹？他反问我：你觉得呢？我觉得，我心里的奇迹只有一种，那就是文明奇观。比如，福萨克帝国的黄昏巨殿，巨人王奥尔米尔曾经的居所。查拉图终于做出正面回答，他说：什么是奇迹？死而复生就是奇迹。第250章自问自答，死而复生就是奇迹。克莱恩突然想到了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开枪自杀的人头部伤口神奇复原，被击碎心脏死亡的非凡者半夜爬出坟墓，这不就是死而复生吗？这不就是密修会首领扎拉图口中的奇迹吗？而占卜家途径的序列2模样名称就叫奇迹师。这个瞬间，克莱恩隐约觉得自己把握到了什么关键的东西，但怎么都无法将零碎不够全面的线索拼凑成想要的真相。正如我之前猜测的那样，我选择占卜家作为序列起始，还有另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我最大的依仗，灰雾之上的这片神秘空间刚好能排除干扰，给占卜家最梦寐以求的环境。我复活的特性好像也源于灰雾。当我来到贝克兰德，密偶大师罗萨哥参与的事情就自然的被吸引到了我的身边。符合同一途径内的非凡特性聚合效应，质量越大，吸力越强，间歇性发挥作用。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突然改变风格，通过厄运布偶向我传递霍纳奇斯山脉主峰隐藏宝藏的关键信息，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因素。结合其他零零碎碎的现象，是否说明这片神秘空间与占卜家非凡途径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应序列留下的零级封印物，或者该条途径序列零遗留的神国。还有一种可能，占卜家途径所谓的唯一性。克莱恩将目光从罗塞尔的日记上移开，愈发期待起自己晋升为高序列强者，让灰雾深处的光辉阶梯完整后，能在那被遮掩住的地方发现什么。也许我穿越的原因和回家的道路都能在那里找到。他压制住内心的激动，让罗塞尔的日记从自己的手里消失。与此同时，他对密修会的首领扎拉图愈发戒备。这是位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奇迹师的占卜家途径强大存在。有的时候，有的事情背后或许藏着他的影子。一个个想法在脑海沸腾，克莱恩却仿佛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般平和开口道：你们开始交易吧。魔术师福尔斯当即转头望向同一侧的正义小姐，饱含期待的说道：我已经收到回信，我的老师那里有金龙的眼镜一对，价格是1000镑。说到这里，福尔斯有些忐忑，因为多里安格雷亚伯拉罕的心理底线是800镑，这已经比正常情况的500-600镑溢价了不少，而他在这个基础上又添加了足足200镑。参加这么多次塔罗聚会和各种各样的非凡者圈子后，我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就像罗塞尔大帝说的那样，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金钱，什么也办不到。虽然新书的保底稿酬已经到账，我的存款又有350镑了，但后续还有食灵者的未贷，还有序列7、序列6、序列5，甚至序列4的各种开销。
愚者先生隐约透露的意思是，到了高序列才能彻底摆脱满月诅咒，即使有部分可以找老师，也不能完全依赖他和亚伯拉罕家族。在这方面，仅靠节省是不够的，必须努力赚钱。1000镑这个价格确实很贵，正义小姐如果想还价，我会在之后告诉她，经过我反复的争取，老师同意将价格降低100镑。等待回应的间歇，福尔斯宽慰起自己，1000镑。正义奥黛丽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有心理医生魔药材料的消息，下意识以确认般的口吻反问道。不等福尔斯回答，他欣喜补充道，好，成交。虽然他还欠格莱林特子爵一笔尾款，还差愚者的卷折2000镑，但新年舞会上他就将正式宣告成年，不仅财产的自主权会比以往大不小，而且还会收到许多价值不菲的贺礼，比如他的父亲霍尔伯爵几天前就承诺再给亲爱的女儿价值5万镑的贝克兰德银行股份以及超过2000镑的现金，所以1000镑并不是什么值得在意的数字。奥黛丽当初之所以向愚者先生请求，希望将2000镑欠款支付的期限宽限到2、3月份，一方面是准备先行清偿格莱林特子爵出的债务，并尽可能隐蔽的凑集现金，不引人怀疑；另一方面则是为心理医生魔药的材料额外留出预算。现在正是动用预算的时候，最多就是像之前几个月那样再节省一段时间，过了3月份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奥黛丽一点也不烦恼的想着，答应了，答应了。魔术师福尔斯又是高兴又是茫然，请求愚者先生见证交易，约定好正义小姐先付款。周三在交付非凡材料等事项后，福尔斯一边决定拿到现金就直奔普利兹港，不浪费时间在中间环节，一边望向太阳、倒吊人和世界3位男士。有识灵者的未代码。心情安定后，他发现有了扮演法经验的自己，在非凡特性没有超量太多的情况下，消化进度比预想的快不少，1周几乎等于过去2周，再有10来天，他就能彻底消化问题了。等搜集齐材料，晋升为戏法大师，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完美的通过老师多里安给予的第一次考验，获得更多的重视，不再只是因为感恩而收下的学生。太阳戴里克点了下头，我正想告诉你，这次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有收获一些识灵者的未带，我可以在返回白银城后以低廉的代价兑换到，前提是我不再被监控。好，但你似乎用不上金棒。福尔斯直接问道。经过拯救小太阳行动，他对白银城已然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等太阳开口，倒吊人阿尔杰插言道，你可以把对应的钞票或者金币给我，300镑，这是很公道的价格。而我会将太阳神官的魔药配方展示给太阳倒吊人先生。你有太阳神官的配方了？戴里克惊喜反问。在之前的巡逻和最近的探索里，他越来越觉得太阳途径的能力非常适合应对黑暗。虽然巨人途径的序列6黎明骑士已经能制造晨曦，但在神圣和光明领域依然不如奇光人。倒吊人轻轻颔首道，对，他之前就在罗斯德群岛教区的密宝库里找到了太阳神官的魔药配方，但直到最近才寻觅好机会，用足够正当的理由和足够满足条件的权限调阅了一次。那个理由就是苏尼亚海上出现了疑似永恒烈阳教会牧师的家伙，他似乎暂时回不去英蒂斯共和国，只能在这边寻找太阳神官对应的魔药材料。而对永恒烈阳的憎恨，可以让警示传闻的消息化为风暴教会的行动依据。太阳戴里克先是一喜，旋即有些为难的说道，序列7魔药配方的价值超过了识灵者的未带，我没有你们说的金棒，你可以用等值的材料来偿还。倒吊人嗯了一声，但我不清楚能从你那里获得什么。你先把白银城周围区域常见的怪物和对应的材料列一份清单出来，我从里面挑选，没有问题。等这次探索结束，我就尽快去做。戴里克明显松了口气，旁边的克莱恩听得简直想捂住脸孔，但最终还是没有操纵世界破坏这桩交易，因为他也想知道白银城周围区域常见的怪物和对应的材料有哪些。在正义奥黛丽暗中的叹息里，倒吊人环视一圈，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需要龙眼海雕的眼珠1对，我会付出相应的报酬，只提龙眼海雕的眼珠。也就是说，倒吊人先生有蓝银隼结晶羽毛的线索。他果然有很多渠道和资源。看过风卷者魔药配方的奥黛丽有所明悟的想着。交易环节后，他们自由交流其所在区域的情报，
这次的塔罗聚会迅速步入尾声。过程中，世界询问了美人鱼的线索，得到了和沙伦类似的答案。等到一切行将结束，安静旁观的克莱恩想到了一个问题，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正义小姐和魔术师小姐一声。埃德萨克王子的周围出现了一次零级封印物的恐怖东西，甚至还可能涉及008，这绝对不会是简单的事情。而上次有类似状况发生时，廷根是遭遇了邪神子嗣的威胁，差点就从地图上消失。所以，如今的贝克兰德也存在这样的隐患。克莱恩思索几秒，让世界沙哑着开口道：“女士们、先生们，我最近收到的一些消息表明，贝克兰德有大事在酝酿，这将带来极不安定的因素，也许会有惨剧发生。是什么大事？”正义奥黛丽关切询问道，他的眉头不知不觉已轻轻皱起。不知道，世界坦然摇头。那不安定的因素和可能的惨剧会出现在什么地方？魔术师福尔斯也颇为紧张地问道。从前面的聚会里，他确认世界先生的消息源值得信赖。世界做出为难的样子，摇头说道，那些消息彼此矛盾，让我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说到这里，他抬起脑袋，诚恳地望向隔着斑驳长桌的灰雾内身影。尊敬的愚者先生，您在贝克兰德的卷者应该也有察觉到什么吧？众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到了青铜长桌最上首，有的好奇，有的担忧，有的期待，有的紧绷。这样的注视下，愚者克莱恩向后微靠，平淡随意地说了一句：埃德萨克奥古斯都。